这些年呢，种果树是有点上瘾了。我这园子里边陆陆续续也种了有几十棵果树了，可是还是有一些位置是空着的。之前挖了树坑，后来又给填上了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果树。所以我最近琢磨着，又到秋天了，还是想一想，把这些空着的树坑位置给它种上果树吧。像这个位置呢，它旁边是一棵欧洲梨，所以这个位置呢，还是要一棵同样另一个品种的欧洲梨，这样的话能一起授粉。所以我今天就出去苗圃看看，顺手把这个大西瓜给它摘回去吧，怕过几天又都烂掉裂掉了。这旁边的杂草都长起来了，开始结种子了，我也得抓紧把它们给割掉。看地上不知不觉这羽衣甘蓝已经是长大了，这都可以把它采摘下来吃一些了。这秋天残留下来的番茄也是摘了一批又一批，后续还有青的变成黄的或者是红的。这边的几颗小冬瓜随着它们的藤蔓还有周围的草慢慢的干枯了之后，这些白白的冬瓜也都显露出来了，好多都躲在草丛中。这边随便翻一翻，这个个头还是不错的。旁边那边还挂着好几个呢。这边草丛扒开也是，这冬瓜真的是收获产量特别的好，也不用怎么管它，也不容易生病。这枣树上的枣也开始变红了，这种旁边的已经有点干了，但是这个长得还不错。看这种都可以摘回去吃了。秋天到了，天气是越来越好了。今天刮着凉凉的小风，走在菜园里面还是相当的舒服的。这个位置每年都会野生出来紫梅豆，到这个季节又开始到它们发力的时候了。看上边的小的豆荚，还有这边已经长成熟了。这个就是看起来特别漂亮，有的人喜欢吃，有的人不太喜欢。这种呢，要是炒肉吃的话，味道还可以。平常像其他的扁豆那样煮啊或者炒啊，味道就差一些。我这菜园门口的地方种的香草，每次过来都忍不住要看上一眼。看着爬地的迷迭香长得是最好的，看这已经爬满了。然后薰衣草现在也都开始开花了。这边的百里香、鼠尾草，还有爬地的牛至，也把这边都占满了。再看看无花果这边是不是又有成熟的了？这差一些。哦，这个是熟了，这些也都成熟了。看，这个也差不多了。每次还得仔细找一找，不然的话，这种已经熟得很好的就浪费掉了。这随手一摘，又摘了好几个。另外一棵上边也有几个熟的。哎呀，摘了一小把了。这边我的小果园种梨树的地方，我后来也又新挖了2个树坑。看这儿有一个比较大的树坑，然后这网的外边，那还有一个小网圈着的地方，那是原来种梨树后来死掉的。所以这2个位置呢，我现在挖好了，然后明年打算给它种上2棵新品种的亚洲梨，一棵就是据说是口味最好的秋月梨，就打算种在这个地方了。另一棵是一种新型的韩国巨梨，好像叫做韩国柚梨吧，柚子的柚，个头特别大的。这2个品种呢，都只能在网上淘才能淘到，除了价格贵一些呢，也没有其他什么缺点了，毕竟是比较很难找的品种。这虽然说是淘到，其实也只是预定2026年的。他说是明年春天，大概解冻之后开始种树的时候能够送到，还是耐心的等等吧。先挖好树坑，到时候省得明年春天的时候地硬挖不动。现在给它挖好了，我到时候看看给上面撒点冬豌豆，
给它覆盖一下，省得到时候长出杂草来。这样来了树之后呢，把那些覆盖物一铲掉，就可以直接把树种上了。我这边还有几棵种在盆子里边，当时在枣树周围挖出来的那种小苗，有一棵看这个长出来的就很像野酸枣。像这一棵呢，挖出小苗，你看它结的果子并不像是酸枣的果子，看这个头还挺大的。这种枣呢，等它长大一些，我看看有机会给它嫁接成我菜园里边的比较好的枣的品种。这 Maxim 现在是特别的懒，又跑到树荫下边歇着了。我等一下给它接点水，我就准备出去逛苗圃买树去了。到了苗圃了，看看秋天的果树来了没有。哎，新果树已经来了，是各种苹果。这边的杏树、樱桃，看也来了不少的果树苗。这些树苗个头都比较大。这边是桃树，还有油桃。我家里种的就是这个 Sweet Cap。这边是梨树。梨树，亚洲梨，左边是亚洲梨，右边是欧洲梨。我就要是从这些欧洲梨里边选一个，打算买这种红色的 Red Andrew， 或者是红色的巴莱特。这边有好多的亚洲梨，不过我家里亚洲梨的种类已经不少了，而且在网上还订了，所以就不考虑亚洲梨了。把我那个树坑的那一颗欧洲梨补上就可以了。这种红色的巴莱特梨应该也还挺好的，不过我那颗欧洲梨是绿色的巴莱特，所以就不要这个品种了。怎么感觉找了一圈没找到有红安茄梨呢？哦，在这边是这个梨。我看这棵梨树的状态不是怎么好啊，再仔细挑一挑。啊，这种都是矮生的品种的，矮生的品种会更好一些，因为不需要怎么打理。这是又涨价了吗？89块9毛5，好贵呀！现在我上次前几周来上一批梨的时候还是79块9毛5呢，这是又涨了10块钱。这种物价真是飞涨啊，所有的东西价钱都是很夸张的涨。这梨这儿一共就4颗，好像没太多选择，一会儿我从里边找上一颗差不多的就搬回去了。哎，那边的柿子树倒挺多的。家里的那棵 Jarrah， 这长了好几年，终于长大了，就是这个树。看看它现在卖多少钱了呀？这个倒是没涨价，那年就是115，现在还是这个价钱。这边的富裕柿子，我家里的那一颗去年买的，现在还小，估计还要等好多年。我再去找一找，通常在这些里边应该还是能找到更多的梨树的。哦，果然在这儿，都在这个地方放着。不过看起来跟刚才的那些也差不了太多。这棵长得还可以。这边还有这种矮生的，不应该算是矮生的，是这种在地上匍匐生长，一丛一丛的这种樱桃。这些种在家里边不占地方。不过我记得那年我看的时候，看它这价钱非常不划算呀。这边是一棵金帅苹果，我那年买的，现在也是家里边长得最大的那棵苹果树，就是它。不过病害呀、虫害太严重了，不是很好种。这边还有好多好多，这是蓝莓、树莓之类的，还有黑莓。看看怎么才能过去，上到这上边来好像不太好下去了。哎，这儿有空地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果实好大。感觉今年杏树的这些树苗比我以前买的时候杏树树苗要小一些。现在是价钱涨起来了，然后树苗也变得比以前小一些了。哦，现在这儿居然有枣树了，看
这是梨枣，这树苗也还可以，有好多棵。我以前过来的时候，前几年过来的时候，经常会问他们有没有枣树，估计可能问他们的人多了，慢慢的他们就近了一些。不过我的枣树已经足够多了，就没必要了。这儿有各种品种的无花果 ，Chicago Hardy 就是我家里种的那个品种，现在这么一盆也要79块9毛5了。其实无花果有一颗就可以了，它这个枝是很容易扦插的。这边是 Hardy Kiwi 软枣猕猴桃，这是一颗公的，它应该还有其他的母的品种。我家里是种了1颗公的2颗母的，那个价钱倒也还可以。这一块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浆果 Elderberry， 我就不种了。枸杞我家里也是有1颗的，这果实看着还不错。哇，也是有刺的。这边峨眉 Gooseberry， 这应该是桑树的叶子。伊利诺伊长青果桑，这是我种的那一棵。伊利诺伊长青果桑这边也是，这个桑树长得还是特别快的，这个果实，这品种的果实也是不错。我就是太爱招松鼠了。好，我这就拿上那颗欧洲梨，回家抓紧时间给它种下去了。已经到家了，这棵梨树就这样斜着放在车的后斗上面了，还买了一捆麦秆，到时候给它铺在土上边。我今天就抓紧时间，一鼓作气给它种下去。全都准备就绪了，树已经搬过来了，刚才的麦秆替换了这陈旧的，然后这坑呢也挖好了，也就是2分钟的功夫，这就是提前准备好的优势啊。所以这果树如果不需要挖坑，还是要省好多的事儿。等下我就把它从这盆里边拿出来，栽进去就行了。种这种苗圃买回来的带根带土坨的树苗，唯一可能要注意的细节就是种之前呢，把它下边的根给它土松一松，把根往出拽一拽，让它这样的话不至于绕着原来的花盆的边这样转，让它的根能够延展出来，像这些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再有就是它这个高度的位置要跟水平线平行，再往上边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浇水啊，或者是之后它还会下沉，就差不多刚好和地平面平行了，这个高度差不多，或者是稍微高那么1-2寸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不要种得太低，凹进去就行了。像我这个现在大概是跟地平线平行，所以等会儿我种的时候下边还要垫一点点土，然后埋好之后呢，浇完水再把它往上提一提就行了。我一般把树苗摆好之后，再肉眼的观察一下它是不是和其他的树在这一条水平线上，现在看起来是挺齐的。之后埋上土之后，再调整它东南西北的倾斜程度就行了。现在就可以往坑里边填土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土给填上了，然后在两边也稍微弄得高一点，能让它蓄住一部分水。然后再完了之后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用脚把四周给踩瓷实一点，稍微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每个地方都踩上2-3脚，这样的话防止刮风的时候给它吹歪或者是吹倒了。然后就是把水管拿过来，给它放上10几分钟的水。我先去干点其他的事情，让它浇着，给浇透之后呢，就可以把旁边的麦秆给它铺上了。这棵树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，而且上面有叶子，所以过几天吧，等它稍微的缓一缓，我再拿一根木棍高一点的给它扎在旁边，把这树干固定在木棍上面，这样就可以防止它被风吹动了。等到时候天再冷一点，叶子都掉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花盆里边掉下来的有营养有肥的
这些土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碎木。这等会儿浇透了之后呢，我也是先给它盖在周围，把原来盆栽的这些营养再还回给树。对了，刚刚最后时刻呢，我突然变主意了，买的不是原来预计的那个梨。后来问了一下 ChatGPT， 比较一下两种梨，这种红色的巴莱特梨呢，也是可以和我旁边的那棵梨树互相授粉的。然后它的鲜实的口感和甜度，还有多汁，还有香气，都要比刚才的红安茄梨要好一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耐储存的能力稍微弱一点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关键是好吃就行。等着浇水的功夫，在旁边随手摘了一个西红柿，刚才掰开吃了一半，这味道是相当的不错呀。看这质地，还有里边的汁水，中间沙沙的感觉。现在地里的西红柿不是很多了，所以且吃且珍惜了。这棵上边这个长得会好一点，两个都摘下来，看清洗过之后漂亮多了，味道不错，也是挺好吃的，是另外一种风味和口感。所以多种一些不同品种的西红柿，还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的。行了，这就算彻底的种完了。麦秆也已经铺好了，等会儿出了菜园，我把水一关就可以了。刚才趁着浇水的功夫，还把菜园的西红柿又稍微的摘了一些。这边是五颜六色，大大小小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下边还压着不同种类的。然后装不下了，又把这个刚才栽树的桶上边垫了塑料布，摘了点其他的西红柿。还没摘完，海地里边还有好多。这会儿太阳也落下去了，天气也稍微凉快一些了。等会儿我带着 Maxim 一起去遛个弯，稍微的慢跑上一小会儿。嘿 Maxim， 你去哪儿了？哎呦，等会儿咱们去遛弯好不好？开心吗？ Maxim 现在可喜欢出去跟我遛弯跑步了。